我要压这张，你会把很多钱压上去。对啊，这不都看见了吗？刚才明明会赔的嘛。对啊，对，然后呢，你的钱就会被吃掉。每次看到电影里面的魔术片段，我都很好奇，这到底是特效，还是他真的有可能在现实中被魔术师给变出来？这次我们邀请到了魔术大师刘谦来我们拆解其中的门道。魔术必须得是假的，玩真的是不行的。所以欢迎收看《魔术拉天》第2期。舉高雙手，俾我睇你個手，擰轉身，伸你個手出嚟。 冇喐啊！冇喐嚟喐去，擰轉身。OK， 擺開身咗。这肯定 CG 吧？他飞盘那一段，我觉得100%是 CG。飞盘可以飞，但是不可能这么飞。他每个动作都有来由，只是夸张化了。也就是还是有据可循。他肯定也是有魔术师是给可能导演看了这些东西之后，那导演就会问他说：“那你可以这样 feel， 然后飞到那个人手上。”然后魔术师就说：“不行。” 我可以做到，我可以用影视拍摄的方式做到，所以就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你会真的用飞牌的这种时候吗？这个不是我的专业啦，一般这不是你的专业，然后你就开始乱飞牌，然后 back palming， 把扑克牌藏在手背后面，它大概是这个形态，就跟我们电影。 这种叫 manipulation， 物件上的操控，比如这个叫 card manipulation， 像这样，然后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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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你说你不练，然后我没有在练习这种东西，又开始变奇怪了。这就是一个魔术师的基本术语。Can't you undo real locks, Professor？ 这个是你很爱看的电影。我最喜欢这个。 Well, maybe I'm just biding my time. Maybe one day I'll open my hand, get your attention, ask, are you watching closely? Maybe a magic word or two. And then I'll be gone. How'd you get so famous then, eh? Magic. 就这个魔术是现实中可以做，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嗯，那至于怎么开锁，那也是另外一门学问了。任何开锁或逃脱的事情，当然都是来自于胡迪尼。他当时宣称他可以解开世界上任何一副手铐，就请了警察局的局长锁了一堆，然后嘎就把它解开。但是实际上中间有没有什么猫腻，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做到。但是 misdirection 的逻辑是完全成立。misdirection 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先制造出 tension， 这时候观众心里觉得球要消失了，砰，真的消失了，你是一下紧张到极点的。这时候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开始找球，而就马上球又掉出来，之后呢就 off beat 了，你就放松了。在这个时候，其实是魔术师做任何事情最恰当的时机。你如果不想观众看这个，你又得别的东西让他去看，这个是魔术师非常清楚的一个逻辑。看那里。好容易啊！ Man, would you mind being my queen? All you need to do is keep your eye on the queen. It's as simple as that. Are you guys ready? Turn around, hide yourselves with the cards. And here we go. Switch. You guys still have your eye on her? You want me to go back and do it? Okay, all right, I'm moving on. And switch. Where is she? At the end? You sure? All right, can I get a drum roll from my man in the back? Thank you very much. There's my girl. 很常见的桥段 ，Three Cards Monte 就是3张牌丢来丢去，让你猜 Queen 在哪里，的那种街头骗术，然后他把它做大，加上了一个换人的效果。又来，比如说这是 Queen 嘛，他担心没人压嘛，托就会拿一大笔钱，砰压在这里，说我看到在这了，我可以看到在这，然后就说哦好啊，托就赢了很多钱，然后旁边的看到就说哇原来这么容易赢啊，下一把他们就会真的跟着那个托一起来，他就会这样子，比如说 Queen 在这里，他就把 Queen 丢到这里之后，让你看其他这个还是5，这也是5，
如果你是旁边人，你会压哪一张？我要压这张。你会把很多钱压上去。对啊，这不都因为你会看到看见了吗？刚才明明会赔的嘛。对啊，对，然后呢， What 你的钱就会被吃掉。然后更可怕的事情是，表演者他可能会去干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那个托就会偷偷的把这张牌拿来，这样做个记号放在这。这个人回来之后，他就会说：“好，让你看清楚哦 ，Queen 确实是在这里哦。哦，然后我就这么丢，对吧？这么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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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压钱吧。那大家明明看到他在这边，大家就把钱压上去，那肯定是这张。结果翻开又不是，所以。”在路边不要跟人家赌这个，这个真正厉害的人连我都看不出来，你也看不出，然后厉害的人对到厉害的人互相也看不出来，所以请不要去尝试街头的任何。千万不要去赌。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need to know is that you don't know shit. What you see, what you hear. Nothing is what it seems. 这个你觉得表演得怎么样？他演得很好。你知道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吗？是什么？是把报纸撕得整齐。哎，确实很难的。我已经意识到。然后对齐之后再撕，还要那么整齐。 已经完全乱套了。我觉得发明的人这个版本应该 Jane Anderson。我是20年前见到他，他亲自教我，而且那个时候探讨的就是怎么把它撕得整齐一点。他的方法跟其他的方法看起来最不一样的是，一般是撕成一小包之后，再缓缓的打开。他的是一下子展开。对，这是他发明的。但这个是不是其实比刚才几个魔术都要难学？难，你要维持这个机关不能露出来，然后打开的时候你也要小心那一瞬间，反正很多细节在这里面。难是难在你的态度，放松是最难的。我做视频的时候也很放松，各位。那就是你做久了嘛。确实，刚才在镜头前，每个人都会绷在那。感觉这个真的只能练，就是要放松，真的。对，就是时间累积的。 这个玻璃这时候变得特别的坚固，难以置信的坚固。要是真有这种玻璃，从这个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他们有专业的魔术顾问，他是有历史根据的。胡迪尼当年是倒着进去的，然后脚锁在上面，等到大家要用斧头去把那个劈开的最后一刻才跑出来。但是以前没有用食人鱼这么刺激的东西了。确实，如果有的话，我估计胡迪尼也会用了。对，胡迪尼是在魔术的历史上是成功的流量，当时他只要走到哪里就会变成大新闻。据说他怎么死的？他每一场表演，他都会说他的肉体金刚不坏之体，用木棒去打他的肚子，怎么很强壮。然后据说有一次他演完之后，有一个他的粉丝啊到后台找他说：“胡迪尼，我真的太崇拜你，棒就给他一拳，腹膜炎，送到医院，没2天死掉了。这个真的是太危险。我自己的魔术哲学是这样子，魔术一定是假的，任何一个魔术师你要搞多危险的事情都可以，那只能是看起来危险。”它就是因为假的才有趣嘛，事情发生了，然后你说这真的魔法吗？我说没有，是假的，你才会说，但假的怎么可能呢？假的东西就必须得是假的，电影是假的就必须得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你得告诉观众这是纪录片，确实，对吧？所以真的假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有原则的，假的必须得是假的。 OK， 很有道理。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魔术拉片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刘谦老师给我们讲解这么多带劲的知识，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他，然后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对魔术感兴趣的朋友们，我相信他们也会喜欢的。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一般魔术师怎么退场呢？魔术师的离场跟你们一样，也是走着离场。